大学同学对吧？嗯。女生追的男生对不对？对，大一的时候我们刚来学校，他是我们学校学生会的，表现非常出色。我们有些时候学生会做一点事情会搞得很晚，然后他会送我们所有女生回寝室楼，而且他特别温柔体贴。我们那时候根本就不熟，我就对他挺有好感的。哦。但是他那个时候有女朋友。他跟一个大2的学姐谈恋爱，但是我没有表白我的心思什么的，一直到他跟那个学姐分手了，然后我才跟他表白的。但是我跟他表白以后，他就特别反感我，之前都不是这样子的。刚开始我也不是太喜欢他，然后就他慢慢的，然后在我身边跟小尾巴一样，然后就起了好感，然后就心软好。看来你没少下功夫，对吧？追他半年多，到我们在一起快1年，我觉得我付出特别多，但是他总是不考虑我的感受，根本就没有把我当成他的女朋友，只是把我当成一个跑腿的。怎么没把你当成女朋友？上次我在网吧给你送饭的时候，我都听见你跟别人怎么说我的，你就是在利用我对你的感情。什么叫利用？他说了什么了？就是那天我发烧了，我也不舒服，他。也是，他叫我给他拿一下快递，我说好，我就答应他了。就我同学让我帮他拿，然后我说你可不可以帮我拿一下？然后他答应的说好，然后最后你拿到了吗？不是，有特殊情况，我当时老师叫我交个作业，格式不对，老师当时就叫我改，我没办法，我本来是答应给他拿，但我过去的时候那个不是还没拿到？那个拿快递的已经走了嘛。这个有点欺负人了哦！我托你拿快递，你为什么托他呀？因为不是，我是问他一下，可不可以帮我拿一下，他答应了，我没时间，他说有时间吗？那你为什么要做老好人呢？他就是当着很多人面，就在教学楼那直接在那骂我。他骂你什么呀？就说我怎么这么蠢啊什么的。其实他交给我什么事情，我觉得我都做的挺好的。我会给他洗衣服啊什么的。你给他洗衣服啊？对。哎呀，现在的姑娘啊。也不是我让他洗的啊，就他说我洗的不干净，袜子什么的我也洗，而且他老是板着个脸不告诉我为什么生气啊什么的，对我忽冷忽热的，然后我就找那个为了那个向他室友问他到底是怎么想的，有的时候给他室友顺带也洗几双袜子啊什么的。像我都没。你这事跟我说了吗？你都没跟我说，然后他跑我们宿舍给我宿舍人洗东西，然后我宿舍人还少给我洗掉一只袜子。我那时候洗了67只，我知道少了1只吗？哎，你就不感激吗？不是，就是已经成为男女关系了，然后为什么就有些事一定要表现出来，或者是？那你给他洗过袜子吗？没有啊，他已经成为男女关系了，有些事为什么不可以做呢？他没有跟我说。你还做过什么蠢事儿？就他跟我抱怨过，就是食堂排队啊、买饭什么的特别挤，他不想去，我就给他做了一个菜谱，然后他每天点菜，我帮他去食堂或者是那个学校各个小饭馆里面给他买菜送去。可以啊，兄弟，这些都有就是空余的时间啊。再跟我说，这个你都知道不知道？是知道。还有吗？这些小事真的特别多，但是我觉得我也没必要现在就是把它说出来。我也不是说要拿出来说出来邀功啊。我其实好多事嘛，就是只是想说明一下，不是我付出了多少，只是希望他能在乎我一点。所以你现在就觉醒了，
听到他跟朋友说那些话的时候，你就不愿意再跟他继续了，是吧？说那些话都是一些误会，然后正好他听见了，就是这个误会就解开了也没什么，他非要说就分手干什么的？你不想分是吧？不想分，傻子才想分。现在你觉醒了是吧？我就是上次在网吧听到以后，我就已经半个多月没有理他了吧，然后他就一直找我，然后我就很烦他。终于不再鬼迷心窍了吧？你迷了吧？想跟人好了吧？想，因为一个误会不至于闹成这样子。还是个误会啊！还说是误会，你说你跟我分手了，你上哪找这么好的？咦，你真是没原则。我问你啊，仅仅是误会吗？真的是误会。你有没有当着他的面向别的女生要电话号码？你告诉我。主持人知不知道？真的有一次，知道了。有一次他就你们那点破事儿我全清楚。有一次跟他一起吃饭，还有他室友什么的，他们一伙人就说：“哎，那个对面那桌那个女的长得好看啊，什么上去要个号码吧。”他们其余人都没动，就在那里说嘛，他直接就上去了。别人没女朋友的在那说，有女朋友的我还坐边上呢，他就直接上去了。我想就开玩笑，然后上去就聊一下天啊。再说当时他们都是开玩笑，你也知道。要来了吗？要来了。他就是要面子。没让他滚啊！就是因为喜欢他嘛，而且这么久了，我也不想。哦，那你这次是闹分手，不是真分手喽？是。我都半个月没理他了，算是分手了吧？啊，大体老师们应该听得差不多了啊，看你们怎么看这件事儿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多好啊！回头你教教你嫂子怎么在家里边伺候伺候我，还写菜谱，赶紧起来自己做菜去。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弟弟，你之前交的女朋友是怎么对待你的？有她对你那么好吗？没有。你跟我说句实话，你爱她吗？爱。妹妹，男追女一座山，女追男一层纱。女的追男的好像很容易就捅破了这层窗户纸，但是上赶着真的不是买卖，我真的特别发愁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哎，这要你妹，你跟她说什么吧？如果她是我的亲人，我一定告诉她，不要那么上赶着，你在她心里边是很轻的。但是她如果是我兄弟，是我亲兄弟，我一定要告诉她，你要改变，你要懂得爱，有一天这份爱失去了，会后悔的。我正好前一段时间看了一个故事，说那女孩喜欢一个男生，然后无条件的付出啊，像你说的那些事儿基本上都有，但这个男生就是不喜欢她。女生也特纳闷，说你看我对你都那么好了，那么追求你。后来有一次，她听见那个男生跟自己的室友在聊天，然后室友也问他说，那女孩长得也挺漂亮，然后这个对你这么好，你干嘛不喜欢她？结果那个男生就说了一句话，说谁会喜欢一个仆人啊？你做的这一切其实跟仆人差不多，不是说拼命对一个人好，那个人就会拼命的去爱你。这个比例在感情当中不是这样算的，所以我们只是觉得他会感动的。姑娘，我特别不喜欢的一句话就是因为感动，所以你就爱上我。感动这个事儿啊，持续的时间特别短。没有人会因为感动而爱一个人一辈子，尤其是男人。所以我觉得刚才这个小伙子说了一句话，无意之间说错了。他说：“你看咱们俩都是男女关系了，然后洗个袜子怕什么？”可能他内心当中刚才想说的，咱俩都是男女朋友了，洗个袜子怕什么？但是你的这个小小的口误，却让我感觉出来，你可能觉得我跟他的这种关系只是男女关系，而没有男女之爱。虽然刚才傅老师问你爱他吗？你想了一会儿说我爱他，但我给你举一个例子，我现在经常有一个阿姨给我打扫屋子，每天都给我做饭，然后我会觉得很舒服。突然她说我得回家1个月，这1个月没有她了，我觉得真难受啊，屋子也乱了，这饭也不好吃了，没有她了我会不习惯，但是并不证明我爱她。所以你要搞清楚，这个女孩子离开的这半个月，是你的生活过得不舒服了，还是因为没有她你觉得感情上空落落的？
所以我觉得其实不是特别看好你们俩。不是刚开始我就给他说了，因为当时刚分嘛，然后我就说我不太喜欢他嘛，然后就这样慢慢来，给他说慢慢来。他说好，我说行，那先交往下去啊。小伙子，我是觉得这样，我觉得是你现在还没遇到一个比他对你更好的。假如你再遇到一个跟他似的对你挺好的女孩，这个时候你可能头都不会回的就调转头就走了。姑娘，你让他得到的实在是太没有付出任何成本了。任何一段感情能让人珍惜，一定是要付出代价和成本的。如果是零代价、零投入，他就得到了，没有人会珍惜的。还有他就是我坚持这么久也是有原因，就是他对我至少是没有隐瞒的。也没有跟别的女生有暧昧什么的，这是我坚持这么久的原因。这个你说这番话，我可不可以理解成你在给他找理由了？他找我，我就是很想知道他到底是因为没有人给他洗衣服、送饭，然后没有人为他跑前跑后的，是不是这个原因啊？他肯定会说不是啊，谁会在这儿说是啊？本身就不是啊。你看接的多好。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这个男的很无情，这女的付出那么多。可是，在心理学有一种叫做讨好型人格，男女之间是要平等的，但平等你要先给自己自尊，你自己不能放低，你放低别人就瞧不起你，这是很自然的。他有的时候是你把他撑到高高在上的。还有一个就是，你可以付出，但不要不作为。什么叫不作为？我有个朋友，一个女性，她对她男朋友也很付出。可是如果她看到男朋友去跟别的女人搭讪，她会说：“你有没有搞错啊？把你洗的袜子，你还敢跟别的女人讲话？”她不会不作为，听懂没有？所以你要搞清楚，付出跟不作为是两件事情。她很付出，但是她也作为。你要尊重我，你不可以怎样？你可以不理我。哦，今天我去成为女朋友身份，我来了，送蛋糕，怎么啦？为什么不欢迎我？你要为自己站出来。今天你就算跟他分手以后，你再交个男朋友，如果你不为自己站出来之后，你还是会把他推到这高高在上的位置，他还是会不理你。那男嘉宾我就要说了，你刚才回他傅老师说爱不爱他，你说爱，但我觉得不是很有诚意。你自己都说了，一开始你是拒绝的，所以我觉得你对他始终只是试试看，而且习惯他的好。但我觉得你还没有真正爱上这个人。他今天走了，你有点不习惯，又想试试看。我觉得你不要这样子，你先搞清楚你的心，问清楚要爱，全然爱；不爱，请断然放开。女生，我大概记得，为什么爱上他，是因为他对很多女生都很关照，都很绅士。都很体贴入微，对不对？对。但他对于一个对自己这么好的人，居然可以这么冷漠。刘德华主演的那篇电影叫《桃姐》，一个保姆在家里干了将近60年，赢得他们全家的尊重。最后刘德华给大家养老送终，这只是个保姆，你呢还配谈在这说我还爱他？你说得出口？我本来不想说你，如果你是悲悲切切的诉说自己的过去，我本不想说你，但我看你还笑得那么天真烂漫。你刚才说，我之所以坚持到现在，是因为他至少不瞒我。瞒不瞒一个人只在乎2个因素，一个是太在乎你，一个是太不在乎你。我根本不屑于瞒你。我为什么要瞒你呢？你本来在我心中就没分量，我还瞒你干什么呢？一个这样对你的人，用这样的冷酷的方式对你的人，你还往上靠。我还是那句话，对于伤害自己的人的包容，1次是痴情，2次是宽容，第3次就是犯贱，就这样。这种场景上演的时候，其实心里是一声叹息。家长啊，看的时候都注意点哈。我们的孩子们这样，其实我们的家长是有问题的。我们家长没有教给他们很多基本的东西，我们只知道一味的让他们成长、学习，可是我们真的没有教会他们如何做一个人，告诉他们什么是真的幸福，什么是生活的底线。兄弟，我觉得其实不爱的时候放手，比那种勉勉强强的在一起要好。姑娘，现在重要的不是恋爱，
而是找回自己。把自己丢的时候，哪有什么爱可言呢？涂老师的话重，但是我希望你们都能记住，因为真是为你们好。夏老师说的问题很严重的，那是你的一种模式。开启这个模式，离开它也不会幸福。你也一样哦，那种冷漠的模式一旦开启了，你还会有好朋友吗？所以不要开启那个模式。两位，下面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，时间很短，每人只有30秒，说心里最真实的话，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以前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也跟你说了，说可能不会对你多好多好，然后也不是太喜欢你，然后你就在我屁股后面怎么，我说那好吧，也不能光那啥，然后就交了女朋友，然后在一起。然后后来你做了这么多，唉，就算你走了眼吧，看我错了这个人。我以前觉得喜欢一个人就要善始善终，就很难得碰到很喜欢的人的话，就要至少要奋不顾身吧。但是我觉得不是每一段感情都说一定要善始善终什么的。至少在这段感情里我成长了。来，两位交换你们的秘密吧。来，请回，请关门。来，各位请拿起手里的表决器。如果这个男生是你的好朋友，当你了解他这一切之后，你会对他改变看法吗？会选赞成，不会选反对。来，各位请选择。好，现场有56.52%的朋友说我会改变看法哦，还有43.48%的朋友说我不会因此对他而改变看法。我想听听大家选择的一个理由是什么。来，帅哥。你选的是？我选的是赞成那个，就是你会改变看法。我会改变看法。为什么？我觉得一个男人嘛，要对得起天地，对得起爱自己的人。好，谢谢。我会改变对那男生的看法，因为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好男人，而且我觉得他做朋友也不会特别的义气仗义，因为他对女生都这样，对任何人也是这样。谁选的是不会？我想听听不会人的意见。我觉得不能凭借这一点，然后就去全面去认识这个人。日久见人心嘛，就是你去跟他相处久了，然后你就会发现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好，谢谢哈。接下来我们5个数，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。来，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杰利亚提醒您，精彩栏目稍后继续。杰利亚提醒您，精彩栏目马上开始。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
信了对吧？所以你们信不信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女生信了。哎，自己读吧。上次给你修手机，我说只花了60元，其实花了600，给你换了手机屏幕才修好的。买火车票，我跟你说很简单就买到，其实我在网上抢票好久才买到的。知道你不吃姜，我每次给你带饭的时候都嘱咐人家不给你放姜，为你付出了很多，但是不知道怎么会发展成现在这个地步。哎，把这句读。你嫌弃我胖，我为了你减肥，一天只吃1顿饭。在你身边的这些日子，虽然有折磨挣扎，但是我从始至终都很享受，可以奋不顾身的这样喜欢一个人。没了哈，哎，别后悔哈。我想我还是和他和好，但是我只是在最后相信他一次，我不想办什么订婚仪式，我只是暂时答应他，我还想考验一下他。哦，这挺好的，说明还没有完全晕哈。尊重彼此，好好的谈一场恋爱，回去吧。